出牌必有原因，打错必须检讨。大家好，我是俊。各位常常有落后2奖，马上就知道自己已经输掉比赛，认为这只是单纯的猜拳谁先攻的游戏吗？那肯定是错的。今天要来介绍牌组是只打逆风局、掌控盘局的血量精算大师多隆巴鲁托。我们的主角多隆，来看看重点第2招幻影奇袭，需要火跟超能量，对前面的伤害打200滴，后面再任选6个伤害指示物给对方的宝可梦，伤害200滴哦，看似昏厥不了对手的任何宝可梦，但这就是多隆所设下的陷阱。昏厥不了对方，就意味着目前的奖励卡是落后的状态，但这就是最优势的所在啊！我们先依靠本身牌组的大量抽率、奇数的干扰手段，最后再依靠反击枪追平奖励卡，做到游戏后面所需要的主力打手不怕手牌干扰的优势。这样的操作下，让多隆在赛场上称霸很久了。虽然是2阶宝可梦，但比起其他2阶宝可梦来讲，多隆的1阶宝可梦更有强力的特性，在支撑整套牌的运作。1阶宝可梦多隆奇，每个回合都能看牌库上面2张牌，再选择你所需要的牌，剩下的放回牌库底下。这个特性让你做到强大的抽率效果，而且另一张牌是放回牌底，确保了卡片资源是足够的。特性发动完后，单回合还能再进化，直接变成打手，做到了辅助兼攻击手。那多隆伤害200，在这血量300以上的环境来说，有时候是不够的。接下来就轮到牌组的另一只宝可梦黑夜魔灵。特性：这只宝可梦昏厥，对手拿1奖，然后放置伤害指示物13个给对方宝可梦。对方拿1奖看起来很亏，但其实是你在控制对方的奖励卡数量啊，让对手无法开出反击枪，并且奇数的干扰手牌效益会持续放大。我们则是用黑夜魔灵的特性来补足多隆所欠缺的最后伤害。别忘了，多隆前面打200滴，后面还会再铺上6个伤害指示物。现在都是用宝分去铺上70血的主力宝可梦，6个伤害指示物还缺1个伤害指示物就能昏厥对方的宝可梦。这时候就轮到我们第3个宝可梦摔角鹰人。来看一下特性哦，从手牌登场的时候，可以对后面2只备战宝可梦放置1个伤害指示物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同时击倒对手的主力宝可梦，再加上后面的基础打手，让对方很难接下来再铺场，可以说是绝杀牌。接下来是怨真鱼，在这个大家都会有多的伤害指示物的环境下，可以为你多30点的伤害，非常舒服，让你破坏对方台面的条件更为简单。含羞包则是让你度过进化1阶宝可梦的时期，能干扰前期的手段外，而且还会造成10点伤害，可以说是一开始就埋下来的伤害伏笔，往往会因为这个伤害而达成多隆的胜利条件。最后的打手月熊，毕竟这套牌没有赤松跟填能的手段，每回合都只能填1颗能量，要是没有准时每回合填能量的话，那肯定会断打手的。所以补足最后1回合所需要的攻击手，来增加胜利的机会。工具角则是万用的宝可梦抽伤，还有拉蒂亚斯的特性，基础宝可梦换位。接下来看道具的部分，宝分4张，高级球4张，担架3张，反击枪2张，韩国2张。支援者则是4张奇数，4张抽漆博士，2张老大，2张豆子，1张糊涂博士。为什么要带抽漆博士而不是现在最可爱的莉莉艾？是因为多隆奇特性的关系，我们会把当下不重要的卡片放回牌底，这样你抽漆博士的时候能增加上手的卡片是你需要的。若是你选择了莉莉艾，就会变成刚刚特性放牌底的卡片，又有机会被你抽上来。所以我们牌组投入了博士，反而是最好的选择。豆子则是能让你拿特能，加上我们非常需要进化宝可梦，非常适合这套牌。最后1张浮屠博士，让对手拿奖励轮次的判断出现错误，场地则放到了干扰塔。在面对沙奈朵时，无效对方的道具，
会让对手爆发不出伤害。能量采用的是1火能、2超能、3张采能量，还有一个 S 卡新冲天能量。牌组没有填能手段，新冲天能帮助你1回合就做出打手出来，是多龙最好选择的 S 卡。通常对局会是含羞包上去牺牲铺个伤害，拖时间让多龙多添几颗能量，跟做好多龙打手来反击。再来多龙出招时，60的伤害需要平均分配。负伤的重点是要能够下一拳会用反击枪或是老大，把后排重要宝可梦给抓出来昏厥为前提。前期就算能昏厥对手，也尽量要以负伤为主，要让自己保持落后的状态。反击枪实在是太强了，如果换对手落后的话，会让他有机会开出反击枪。接下来对手的轮次就是有机会的反击枪2奖，老大2奖，再把最后前面的多龙昏厥做到了3回合游戏结束的概念。但相反的是，你控制伤害就有可能是第1回合负伤，第2回合反击枪拿2奖，第3回合再反击枪1次，4奖游戏直接结束。这样子的操作减少开老大的次数，让你很轻松的把支援者用在收绿手段，也不怕奇数的干扰，让手牌操作性变为困难。以上就是多龙的基本打法与构筑介绍。今天的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，支持按个赞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